光豪，你还想继续挑战吗？我一定是 all 的位去到完的。羊腩是比较难处理的食材吧？你需要有一点技巧。总之，你对你这道菜非常有把握。对，非常有把握。今天的时间比较紧迫了，要达到那个软度啊，很大的挑战哦。第一位挑战第3把刀的光豪，能不能夺下他的第3把刀？再战擂台，不死心。请看 A 是什么手心手背？OK， 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都是肉，意思就是一视同仁，把他的食材放在你这边，是就是用同样的食材煮出你这道菜。 OK。我的自己的一套战略就完全给打乱了，所以我需要再从头开始。没有拿他的东西煮 ，OK 啊，可以 fight 啊。这样的办法可能还好一点，对对对，因为是同样的是是是，而且他可以选，他不一定全部要用完。时间剩下28分19秒，时间继续跑动。Chef， 这些食材啊，其实对冯师傅影响真的不大，因为这些食材都非常熟悉嘛，兄弟对吗？可是，在中餐里面，坦白讲，我们很少会用到优格去料理的，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其实我一边做一边想，就是有什么就照做，既然来了就尽量的去准备挑战吧。光豪哦，你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什么？揉面，这个是我的茶巴蒂。加巴蒂。对，梁师傅，你觉得加巴蒂它的这个特色在哪里？它只是那个 flour 不一样嘛，他们是用那个 drum wheat 啊，它颜色会比较brown 一点。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粗粮吗？对，一个粗粮来的，这种呢口感会比较粗的。基本上茶巴蒂是一个很家常的一个饼来的。OK，所以你这个是什么粉？阿达粉，阿达粉就是他们的一个小麦粉的啊，因为都是粗粮小麦粉，所以它口感没有那么细，但是它就是有一个香的麦味。这里你在煎你的加巴蒂，对，就是要煎到什么程度？煎到它开始发黄，这个不像 flatbread， 它不会蓬了嘛？会蓬，但是没有 flatbread 蓬的这么好。 OK， 啊，看开始上色了。啊，这个就是黄，也是要烧一下。对，啊，所以你这个烤的已经烤好了。烤好2天。OK， 冯师傅， Yes， 您这边进展如何？一般般啊。我刚才看到你的羊腩是已经进了气压锅，对，你里面有加什么东西吗？加一点盐呢，加一点盐。师傅，你这个 curry paste 里面有加了什么东西？玛莎拉，它的咯，那辣椒粉啊、香料粉啊，什么都加下去了。好 Chef 帮你 check 那个气压锅有走吗？哈，它好像还是18嘞。哎，你在走吗？没有走啊？没有走是吧？哦，没有走啊！啊，哦天，哇，浪费了很多时间了。现在走了，现在走了，现在走了。 OK， 大意了，这个是不应该犯的错误，因为时间很宝贵。所以 chef 现在你这个 curry 也是有加一些辣椒。对了，一定了，不够辣不可以嘛，要辣一点。 OK， 光好，你现在做沙拉，对，你这个沙拉有黄瓜，有 pomegranate， 有苹果，对，还有呢？优格，所以你的那个油格是 plain 油格啦，没有味道的。对 plain 优格，所以你那边有薄荷是干嘛的薄荷也是在优格里面啊，这个优格是属于 chutney 的。 ？chutney。对， chef chutney 应该很熟悉吧？其实这个是好像 Greek 的那个 sauce 叫 tzatziki， 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做法。可是我们有加那个橄榄油。哦 ，OK， 我看到这里光豪他也是用了一些 metal cup。 很像印度哦，印度也是很喜欢用金属。对对对，都是用金属的。Chef， 你的马铃薯切了要怎么处理？要煮水，你的油格用到了吗？我在用在2样啦，用在2样。两边都用。因为要用沙律嘛，它那边有番石，然后加了一些黄瓜，就做了酸醋的味道，做成一个 salad。这样你会担心你的菜色跟他的有点类似吗？我还要尽量做到类似，看谁的味道好而已嘛。哇！下班加油！自我加油了，没事，自我加油。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时间剩下8分12秒。好，哎呦，你打开盖了，对，开盖了。你加了什么东西？土豆 mint leaf 还有这个 coriander leaf。所以你这个肉质你还满意吗？肉质我还没试，还没试，但是就是尽量开大火。你要 reduce 它是吗？对 ，OK。冯师傅，你这个油待会要炸什么东西？炸干蛋啊！我想一下嘛，炸什么？炸干蛋嘛，对，炸马铃薯，这个粉就沾这个嘛，这样是不是用了咯？对，也是。
哇，时间急了，完了。6分钟，6分钟。我非常喜欢看冯师傅在这场比赛，很精彩。 Very good。 Very good 啊！哇，看起来就非常可口，很嫩呢，看起来。哎，但是师傅啊，你这边没有饭啊？没有啊，因为你咖喱不是要配饭吗没有啦，我是干当酱吃可以了啦，还饭这个时候。 ？Kim 啊，吃咖喱的话，你通常会配什么？配面包，可以沾着吃啊。这样可以沾着吃，然后那面包皮脆脆的，很爽。像 David 呢，你呢？你吃咖喱通常会配饭还是配面包？饭、面包，有时候面也我也配。 30秒，小乐，把它放2碟就好了。放2碟哟。我要晕了。 9、8、7、6、5、4、3、2、1。同样的食材会煮出同样的料理吗？首先要试的是冯师傅的这一道，请问你这一道菜名是什么？手心手背都是羊肉，可以先吃沙拉菜，然后再吃那个羊肉，因为那个咖喱比较重口味嘛。先让这个口腔清新一下。是，好，其实 chef 突然间把你的这个食材给换掉，其实给你最大的那个震惊是什么？就是时间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羊腩呢，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达到那一定的效果嘛。换不换的话，我觉得肉的那一个口感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OK， 现在马上要试吃第2道，请问菜名是什么？哦，这道菜名叫洋洋得意。首先拿一个饼放个羊肉来吃，我第2次吃的时候把饼放羊肉，再放那个 chutney 的 salad 下去吃，它是另外一个口感的。 我发现你上面有一些姜丝啊，姜丝也是可以配着吃的，这样咬对吧？还有一个 fresh 的姜丝的感觉，而且这道菜通常吃第一感觉就是 spices 味道冲脑。有，你看梁师傅非常的配合，很会演的。过了。好，评审已经试吃完毕了，现在要看一下这2道菜哪一道会胜出，光好到底可不可以夺得他的第3把刀呢？待会儿揭晓。第5系列第1位挑战第3把刀的光豪，能不能夺下他的第3把刀？请看成绩。上一次挑战第3把刀的时候，这个灯没打在我身上，其实我蛮失望。所以这一次我很希望这个灯会打在我身上。胜跟败还是要看评委的青睐，但是我对我的菜是满意的。恭喜我！来，冯师傅，耶！光豪，您是有史以来我们3把刀5个系列第1位夺下3把刀，开心吗？很开心。开心哈对。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听一下评审有什么话说。David， 2道菜我都非常喜欢，只是冯师傅在时间方面有限吧，所以我觉得那个香料的味道还没有渗入在肉里面。刚好很开心看到一个素人，尤其是个华人对印度料理的了解，还有把它呈现那么好，就像一个专业厨师，所以我看到是非常开心一件事情。好谢谢。 ，Tim， 2道 curry 的风味有一点点不一样。Chef Pang 的 curry 我很喜欢，因为它很浓稠、很香浓的味道。它放了那个油在里面，整个 curry 很滑。然后它的 salad 酸甜的，很新鲜，我很喜欢。然后光豪对给我很大的惊喜，因为它的 chapati 本来是我不吃的，可是我第一口咬下去就闻到芝麻的香气，然后再配上它的那个 curry。 它的 curry 的特别之处，它是吃进嘴里好像一个花园这样，它是很香的，香到吃在嘴巴里，可是你鼻子可以闻到那个 curry 的香，所以蛮好的啊，我很喜欢。 2位呢都做得非常好。Chef Pang 这里呢，我觉得是时间的关系，再加上它的咖喱会偏干一点，然后对我的口味我觉得是辣一点。那这个光豪这一部分呢，它就比较综合一点。 它的 curry 就会比较湿，然后当然它那个气压锅的时间抓得很到位，所以会比较嫩一点。其实我蛮喜欢冯师傅的这个 lamb curry， 它的口味跟辣度很适合我。But for 光豪要得到3把刀不是这样简单的，不是这样容易的。那为什么可以得到3把刀呢？因为3场就要打得很稳定，创意要很 consistent，presentation
口味、口感、时间，这个是你已经做到了，所以你夺下了我们3把刀，恭喜你！谢谢。好，冯师傅有什么良言要跟他说吗？先恭喜啊，关豪。当然，像评委所讲，他今天表现是实至名归啊。但我感觉他是众望所归，因为除了在座这么多位，还有他自己的战友哈。他们就说了，他们看谁第一个拿到3把刀，甚至要破纪录超过10把刀。是，我觉得他们越来越接近目标了。下来他的战友可以在这赛里继续努力，突破10把刀，加油！加油！耶！好，恭喜你获得4000块钱外加3把刀，恭喜你！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带着一个很忐忑的这个心情来比赛，因为比赛有个框架，时间里面要做完。但是这种压力比赛会让我们成长。比如我想参加比赛过后，我就会研究怎么创新，怎么做的特别创新，而且还要不失本分。非常好，我觉得在擂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按部就班把它做完，没有出差错，我觉得那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优点。你今天完全就100% 成功了，恭喜你！恭喜我们第一位获得3把刀的林光豪，耶！他是个土木工程师嘛，所以他做每样东西都已经称好了，他要的他已经配好，所以你看他现在他是一气呵成的，全部下去，那一个准确率是很高的。我觉得参赛者可以多多向他学习。伙伴们，我已经拿了3把刀，你们继续努力，我们的目标快达到了。3把刀再战擂台，第一次送出3把刀。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一共送出了6把刀。接着下来，我们这位挑战者会不会再拿下几把刀，让这个目标可以靠近一点呢？哦，春天来了，我有印象哎，这个应该是上一季的是吧？好像不是本地人是吗？对，哎，记得名字吗？安哥T啊，对，全家人都来的。对，杂菜饭，一天我炒70样菜，从早上8点炒到晚上7点。我很佩服这些师傅，很欣赏他们做的每一道菜，很想来跟他们挑战。成功不成功不用紧，只是很开心了。2个字，够力2个 T。果然是功力深厚，火候的拿捏，味道的控制都达到一定的那个水准，扎扎实实的把一个传统的味道做出来，这是有点让人家觉得感动。可以跟张鲁师交流，是我的荣幸。还有这些师傅，谢谢你们。3把刀播出后，大家开始叫我马祖巴哈的网红。我更加用心做好每一道菜，绝不辜负支持我的人。外汇订单变多，比赛的佳肴也成了店里的招牌菜。现在就让我用最传统的味道征服你的味蕾。其实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安哥 T。我想再站擂台，就是想验证一下我的厨艺。非常开心，安哥 T 回来再挑战我们的3把刀。上一届就是你获得了1把刀，当时你是对垒谁 ？Chef New。当时你是胜了 Chef New 的这把刀，然后你败在谁的手里？詹姆斯哦。哦，你败在詹姆斯。好，请问你要挑战你的第1把刀是哪位师傅？张师傅。哦 ，Chef New。我有点惊讶，我还以为他会选择 Chef Pang 还是 Chef Eric Neo， 因为他们的菜肴都会比较像他的。刚才说你之前来到新加坡当学徒的时候，你是学西餐。西餐对。OK， 为什么之前先学西餐，然后现在又煮中餐呢？因为那时候我们马来西亚西餐不是很流行，所以我就改回去中餐。哦。那么不久我就自己做了杂菜饭了。OK 啊，好，你要挑战我们的张师傅，一定要先过他徒弟这关。好，徒弟请接招，转过来。Chef 翔，
发霉了，发霉了而已。还没啦，还没。我看到很精彩啊，可能等一下有按摩呢。上一集是躺的，这一集可能可以趴在那边的。想太多了。好，挑战 Chef 翔，一定要让他知道你的主食材是什么。请看大屏幕。哇哎呦， ，Kim， 你觉得这是什么感觉好像花蟹这样。 ？OK， 我以为是鲜鱿鱼，我也觉得是好像是鱿鱼。螃蟹啊，魔鬼鱼，这个有一点像丁瑞真的。 Chef D， 鱿鱼。好，Chef 翔，这个主食材是什么？鱿鱼，是不是鱿鱼？马上去备菜区看一下。是蟹，但是不是花蟹。是花蟹的哦。哇，螃蟹啊，哇呀！ mud crab 啊，哇，这个给我就惨了，我真的不懂怎么处理。我第一个构思其实就是要做一个 crab cake，然后我还是要延续我之前说过我要做本地的料理嘛，所以我要放那个辣椒螃蟹的酱料跟我这个西餐的这个 crab cake 一起吃，所以我还是照着那个概念一直延续着我一直要做的东西。 安哥弟啊，你再回来这边哈，你看到大家，你有什么心情？我心情很好，尤其是看到这些师傅，对，谢谢你们。 OK， 所以 Chef 翔是35分钟，你45分钟，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了，45分钟计时开始。好，现在你在处理的是螃蟹，为什么你会选择螃蟹作为你的主食材？因为我从小做那个西厨的时候，就有看到蟹肉饼。 OK， 所以你当时学的第一个西餐料理是蟹肉饼。对，以前是做那种那个什么。OK， 所以这个洗干净了之后，你会怎么处理？拿去蒸哦。会用一点调味吗？会放一点盐，胡椒粉这样。 OK，Kim， 平时你吃螃蟹吗？我喜欢那个螃蟹米粉。 David 呢？我喜欢吃冷螃蟹，因为肉特别鲜甜，而且很厚实。对 ，OK。所以你这个螃蟹要蒸多久？12分钟这样。如果火大的话，一般10分钟都可以的了。特别是它已经砍得见的话，会更快。好，安哥弟，你现在在干嘛？扒虾。虾是拿来干嘛用呢？在蟹肉里。OK， 所以你当时做的有加了这个虾肉吗？以前我们是加那个面包糠，现在我又加虾跟猪油。哦，猪油这个哇，这个厉害啊！哦，你待会会炸猪油？不是，猪油是掺在那个螃蟹肉里面。OK。然后mix它才来炸。OK。接着下来你切了这个高丽菜是要怎么用呢？没有，这个是一个 salad。哦，还有 salad。对。OK。我也看到你有牛油果哎，你的牛油果。牛油果是做那个芒果酱。哦。马蹄。彭师傅，我觉得这边做马蹄应该是用到那一个虾胶跟蟹肉里面去做成一个馅，它吃起来就很爽口了。应该是这样子。刚才安哥提说他会做一个沙拉，它里面有牛油果，是有芒果，为什么会有黄梨呢？一般水果沙拉嘛，可能是会增加它那个味道嘛。是。好，时间剩下35分45秒 ，Chef 翔就要下场了，感觉如何？ 很期待，兴奋，兴奋邦邦卡啊，期待邦邦卡。现在我想什么都没有用，要等邦邦卡出来才有用。完全同意。OK， 加油！加油，兄弟！加油加油！耶，欢迎 Chef 翔！耶，来 ，OK，Chef 翔呀 ，How are you? I'm good。一开始你就先处理你的。 洋葱哎，对，为何？因为要煮一个汤，什么汤？螃蟹汤。哇哦！所以你的螃蟹会怎么处理呢？其实我跟昂哥弟做的东西有一点类似嘞，但是昂哥弟没有汤嘞。我有2个味道嘛，一个汤类啦，第2道是 crab cake， 就差不多一样。昂哥弟，你现在在干嘛？在扒螃蟹。冯师傅，像剥螃蟹的话，有什么又快又可以没有太多螃蟹壳的方法有哪个？ 一般没有，他们都是在身体那边都是用挤出来吧。哦，身体那边，如果是前的话呢，一般它都会剪成2段嘛。然后下面那一个角的话，就剪出来的话，就用脚
往上插，那个出来了嘛。OK。但是安哥弟这边就是纯用手，你挑那么多鸡蛋干嘛？做 crab cake 吗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个马铃薯？crab cake 的那个 base。 ？OK，你分4的话，熄火。所以安哥弟，你今天敲了钟，就是说要请邦邦卡出来。对，好，邦邦卡，请呈现出来吧。好，邦邦卡的选项有 A、B、C， 请问你要选择的是？今天是第一天来，也是第一次跟这个chef挑战，所以就选择 A 啊。确定？确定，不换？不换。请看 A 是什么？如愿以偿啊！如愿以偿做中餐哦。这方面就可以煮他想要煮的东西了。我觉得是如安哥弟的愿。我想啊，不是如他的愿做中式，就是如他的愿有jacuzzi。想太多了，梁师傅。冯师傅，如愿以偿，然后还有一个 playback 嘞，play 他之前讲过什么，然后就如愿以偿这样。冯师傅果然高明啊！这一季我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要煮全部这些新加坡的美食。第一场我看到那个鸡内脏，我就想说，哎，这个沙煲饭可以。第二场我打算做这个薄饼。第三场呢，我要炒福建虾面。可是3场我都完成不到。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做一个完整的一个 Hawker dish。3道一起做。你看如愿以偿喽。你那3道底是什么？薄饼，哇，沙煲饭，还有福建虾面。哇，你刚才说的吗？讲煮，没有那个东西。讲煮，没有那个东西。我们制作组很有良心，可以让你去备菜区，任你去拿。花多少时间都没问题，因为时间照跑。Chef 准备好了没有？好，时间剩下32分08秒，时间继续跑动。怎么没有那些面这些的？我讲拿。我 expect 我看到有一些材料放在那边给我选，那你知道什么都没有哦，所以我就只是拿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要有面，要有饭，然后要有薄饼皮，我就冲回去了。就算你真的做那个沙煲饭，饭也要时间。煮饭最少要15分钟啊。Chef 时间剩下30分20秒。Superman 啊！有时候嘴巴哦不要大就对，静静就好，不要想这样多。哎呀，所以我现在觉得哦，你刚才没有把这个螃蟹丢进去哦，其实是件好事。是对的，是对的。你丢进去的话，是不是有影响？完蛋。OK， 所以 Chef 就拿了这个酱青麻油，还有这个面，这个是细面，还有这个上汤，还有这个腊肠，还有这个虾。薄饼皮非常重要 ，OK。Chef D， 你觉得说这3道菜会煮得出来吗？30分钟以内？有点困难啊。可是我们是可以建议把饭丢下去的同时再做别的东西的。阿翔可以啦，阿翔手脚很快。对，Chef，你在干嘛？我在做那个炒虾面的汤。炒虾面最重要的就是虾汤。螃蟹呢，其实可以帮那个虾汤增添味道，可是时间很短，所以我就拿干贝来熬汤。干贝螃蟹可以哦。OK。安哥弟，上一次你就是做这个虾浆你就打得蛮实的，这个很重要，这个步骤。冯师傅。通常在剁这个虾浆的时候是不是用刀背比较好？它的虾胶不是主角，它只是配搭那个蟹肉，它不是要做那种虾丸那种有弹性所以它只要是有虾碎或虾蓉就可以配搭那个蟹肉。OK， 你觉得昂哥弟这里加蛋白是？对，一般在打一些虾胶的时候都有加蛋白的，它还会加一些生粉之类的去跟它凝固起来。对 ，OK。所以你的这个螃蟹壳还是会用的？还用，因为我等下要放那个蟹肉在上面。OK，Chef， 通常我们看人家包薄饼都是一张一张撕出来然后再包的，很少有看到包在整团上面的嘞。
你这个薄饼的馅料里面有什么？蟹肉、花雕酒、葱、麻油、一些调味料啊，然后我放了一些 Dobigo， 它会有不一样的口感，有点小小粒的爆浆。张师傅，你觉得徒弟遇到这个邦邦卡有意思吗？很危险，因为这3道菜也是主菜来的。你看，好像薄饼啦、福建面啊，然后还有一个沙煲饭，放一起，再少过30分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我相信 Chef 翔能做得到。OK， 对。哎，你的砂锅饭你不是直接丢在这边的？没有，我一定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做这道菜。哦，那你这个准备干嘛呢？砂锅饭要有一个香油嘛，可以放进去我的炒虾面，你可以放进去我的砂锅饭。那你为什么在煮这个香油的时候，你会把你的腊肠也丢进去？有多少材料就用来提炼它。干贝放进去，我放了一些麻油啊、调味料啊。OK， 现在这个你会先稍微煮熟，呀，一定要。然后单对，然后你再炒。OK， 应该没有问题了哈。问题很大。安哥弟，你刚才搅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是芒果酱。芒果酱，对就是有加了牛油果。啊，对。还有放柠檬，然后掺一点蛋奶，拿来 blend。你的 crab nugget 在炸了，所以你需要用一个低温先炸，你会翻炸是吗？没有，刚才我低温了，现在比较高温了。哦，David，为什么我们新加坡的炒虾面哦是有加米粉的？其实新加坡我们有很多特别的吃法，比方说炒粿条，为什么粿条要放油面呢？对，等我们这个下面也是放点油面嘛，和米粉，对不对？因为像我们去槟城去吃炒粿条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纯炒粿条。对，所以是很新加坡式的吃法。OK， 好，就这个黑酱油也是很新加坡式哈。香港吃砂锅饭是没有黑酱油的，因为它已经加在里面，还是不是？他们是用姜青来调味。好，我们现在要炒的是虾面了哈，有蟹肉吗？有啊。OK。炒虾面是放整只虾的哦，整只蟹的，很咸的。哇，3分半了，3分半。还有炸春卷。在最后3分钟的时候炸薄饼，因为薄饼皮还不够酥脆，所以我一定要放在里面，可以炸多么久就炸多么久。快点啊，翔，快点！1分钟。 10秒，9、8、7、6、5、4、3、2、1。我在最后1秒才把第4个薄饼从那个油拿出来，终于完成那3道菜。其实我的满足感飙升了。首先我们要试吃的是 Chef， 你知道吗？对，请问你菜名是什么？ 谢你。首先吃什么？首先吃薄饼，然后吃面，然后再吃饭。那个饭呢，里面有干贝，有腊肠。OK， 师傅，这一次徒弟他想要煮这3道小饭的这个美食，美梦成真。你觉得他的呈现方法还好吗？其实我觉得他的呈现非常好，反应非常快，然后在30分钟里面可以做到3道菜。 已经尽了能力，你会不会担心说会不会有1道出不来？3道最有机会差错的是砂锅饭，为什么呢？因为砂锅是一个需要时间，在砂锅的下面要检查什么情况，你不能检查，所以就是凭感觉走的，真的。OK， 好，可以继续吃我们的第2道了吗？好，来，安哥弟，你这道菜名是什么？富贵蟹饼。吃的顺序要怎么样吗？ 吃原味的蟹饼，然后才加芒果酱。OK， 这个邦邦卡把我整个菜都换掉嘛，不然的话我就跟安哥弟的很相似。哦，真的哦。好，我们的4位评审都吃过了，到底谁会胜出？待会儿就有分晓了。安哥弟能不能挑战 Chef Teo？ 请看成绩。请看成绩。我很紧张，我闭上眼睛，我跟着是很紧张。虽然看到自己的菜是很好，可是对方也是做得比我更好。
这一场比赛呢，真的是让我如愿以偿了。我要做的那3道菜全部在一场里面做到完。我在3把刀拍了4个系列，安格迪的这一站，我有一点激动，可以在这么困难的状况之下把这3道菜做得出来，我自己也为我自己感到骄傲。我们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的成绩啊？来，梁师傅，安哥弟，你今天在这擂台上的表现和成品呢，其实做得很好。你的蟹肉饼啊，炸得很金黄色，然后那个味道跟这些菜的配搭和沙拉也恰到好处。只是我觉得说那个蟹肉呢，可以增加多一点。而且今天你的对手呢 ，Chef 翔真的太强了。谢谢。安克弟，你的菜让我想起60年代去酒楼喝喜酒的感觉，视觉上做得非常好。Chef 翔，非常恭喜！在那么大的压力下，还能显出你的功力、你的思想的能力，哇，令我刮目相看的。安哥弟，今天你的蟹肉饼炸到外面很脆，里面的蟹肉也很鲜美。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芒果沙拉。不过Chef翔真的是太强了，煮出来的3道菜，不管是视觉还是味觉，都是不一样的。我很喜欢你的创意，用一个蟹肉就可以做3种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尤其是那个面太入味了，很厉害，恭喜你。好，我先说Chef翔嘛。应该说你如愿以偿了啊，总算把你那3道的 local 菜给做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要靠一些运气啊，但是你的运气、技术跟你的那个镇定，其实都达到一定的水准，恭喜你啊！然后安格蒂哈，这你所做出来已经达到一定的效果了，不管是整个盘的摆设、沙拉的配搭，甚至你那个蟹饼的那一个控制火候，都刚刚好，外酥里嫩哈。但是呢，今天可能就是因为阿翔的几道菜都发挥了非常高的水准，所以相比之下，可能他就会略胜一筹。但是我觉得你的精神胜了所有人，活到老学到老那种精神哦，非常值得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后辈跟你学习，掌声给你。Chef翔，有什么话跟安哥 T 说吗？我今天看到安哥 T 的做的那个蟹肉饼，其实如果今天不是在这个状况之下逼我去做这3道菜出来，可能我的那个蟹肉饼不会赢安哥弟。安哥弟，你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的吗？谢谢各位师傅，谢谢你们。我接下来会再努力，再学习。我每天都在学其他人的菜的，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这把年纪了，还可以来挑战，是真的很开心。好，想聊一下这几场打下来啊 ，Kim， 你对我们的参赛者有什么印象吗？哦，我觉得他们整个生活的态度啊、精神啊，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不管他们是什么年纪，他们还敢再来接受挑战，继续证明自己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希望他们越做越好。说到进步的空间呢，像 David， 这次你回来，你看到我们的参赛者，你觉得他们有进步吗？当然有进步，他自信是满满的。但是我最喜欢是他们那个 competing spirit。很明显看得出，他们来的是一定要赢的感觉。接着下来这位挑战者，他的战斗力到底有多高呢？马上来看大屏幕。研究生，泰国菜，女生做泰国菜啊？哇，这个我有印象，有，应该是我有下过场了。哇，这样够力啊！我们有对手了。自己研发，然后自己 R&D， 感觉上你用的很多这个食材都是蛮特别，没看过的。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些材料设计出来，还蛮新颖的一个菜色。像他这样的年纪哈，他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菜肴，很不简单。希望他继续加油，吃金子总会发亮的。带着3把刀的光环，我开启了私厨之路。享受与客人近距离的交流，也继续挑战自我，踏上竞赛舞台。怀揣着对食材的好奇，我不断尝试用每道料理证明自己的实力和热情。我是职场上的女强人，也是擂台上的女主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Bernice。
我会选择再战擂台，是因为我蛮喜欢这个概念，有这个mission要达到10把刀的目标，蛮好玩的。然后我想成为这个的一部分。上一季3把刀，你对垒的师傅是谁 Chef Pang。Chef Eric Neo， 所以这1年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就是工作，然后我也做一些私厨，好赚吗？不是很好赚，很忙啊。我是觉得说这个是个learning process。我之前没有做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然后现在就会配合到每个人吃的那个口味。That is very good。谢谢。OK， 来到我们的3把刀再战擂台，你想要挑战哪一位师傅？哇哦。耶。我想挑战 Chef Pang。好，你要挑战的是 Chef Pang， 耶！为什么选 Chef Pang 呢？就觉得说在哪里跌倒就是在哪里爬起来嘛，那时候输给他嘛，所以这次看有没有机会。那一次就是因为没有夺下他的刀。对，我家没有那种刀。3把真的很不错，霸气。霸气。对，你要挑战师傅，你要过徒弟这一关。对，徒弟请接招。Chef D， 嗨，喂 ，Hello， Chef D 你认识吧？ Chef D 认识，他的餐馆很出名啊。很贵啊。不会啦，锅底啊，是不会 Chef D 的那个风格我蛮喜欢的。OK， 送一把刀给你。好，你要送刀的话，你也要让他知道，他的主食材是什么。请看大荧幕。哎，哦，哇哦，一定是鸡肉。哎，没有呀，好像有点像田鸡腿耶。我觉得是鸡腿肉，有很多肥肉。是啊，那看起来应该全部是肉嘛。鸡胸，我觉得应该是 drumlet 嘛。最后决定还是要由 Chef D 来说，鸡腿肉，到底是不是鸡腿肉？请到备菜区看一下。到底是不是鸡腿肉？请到备菜区看一下。瞄一下先，瞄一下先。瞄一下。哇，鸡翅，可以。是吗？我就说那个 chicken wing 嘛。看到主食材是鸡翅的时候，其实还蛮惊讶的，因为鸡翅带骨头比较多，所以发挥的空间有限，有点不知所措。拿一点本地新鲜的木耳，哇，会跳的，你看，跳下去，太新鲜。还有菇跟这个樱桃萝卜，需要有那个 butter。藜麦，我不懂哎，我拿那么多，我不懂要怎么样。师傅，你看好了吗？你又想坐下来不用做啊？你我是蛮想的啊，节目组不懂会让我如愿以偿嘛。可能就把这个做一个馅，包在鸡翅膀里面，也要做一个咸淡的味道，大概就是这样。Bernice， 你的主食材你选择了鸡翅，为什么选择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主食材？鸡翅都是通常蛮多人喜欢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有我自己不太一样的呈现方式，用不太一样的材料。这个是 best of the best 的。哇哦，给他的小小的礼物。OK， 你的烹饪时间是45分钟，Chef 35分钟。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啦！准备好了，45分钟计时开始，来加油！好，首先一定是先处理这个鸡翅嘛，哈。只是要把它切断罢了，争取时间来腌制。我今天会做2个方式，一个方式就是用来 grill， 另外一个方式是用来炸。我现在处理的是一个腌制的一个 paste， 然后等一下我把它 blend 了之后，另外一部分是用来做它的馅料的。梁师傅，香茅就是这么长嘛，所以它的底部是比较厚的。我们只用白色那部分比较香，绿色那部分比较瘦的没有那么香。我觉得如果整个用的话呢？整个用的话，通常我们就是切短，然后拍一拍下去里面焖。OK， 你这里有加了什么东西？有小洋葱、温东酱 （coriander root）。所以你这个香菜的叶子你不用？可以用来 garnish， 可是不是用来搅拌。梁师傅，它这些香料你觉得是比较偏向哪一边的这个香料？它现在要做一个底味，羊惹、南洋、
泰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底，只是我们通常会加辣椒进去，还有黄姜，可是它没有。哦，OK。好，我发现你切鸡翅膀的时候，切完了之后，你又来做这个东西，做的东西你又切了一个鸡翅膀，然后你又过去那边了。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我的状况不是很好。我本来是要去 blend 那个 paste， 可是我去 cut chicken， 然后我才要去洗手，再重新来做那个 blend 那个 paste。然后我还把 fish sauce 跟 soya sauce 倒在 drumlet， 其实我是要倒在 meat菌，因为它是 marinade 那个 surface 的。我好像是在梦游的状态。鸡翅膀很多人都会做，而且是一个很普遍、很受欢迎的一个食材。哦。但是如果你今天来参加比赛，然后你要怎样颠覆那个味道，又给人家一个惊喜，很加很有挑战性的。哦，加油！哇 ，Chef D， 加油！终于看到你的眼睛睁大大了，喂 ！Bernice， 先看一下你这边起骨，你的方法还蛮熟练的哈。对啊，我做过700个了，因为这个我的 private dining 也是有做。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吃法。这个是要 stuff 的，这个是要炸的。Chef D， 你要做什么？这个虾肉？做一个虾饺，就放在鸡翅膀包起来吧。哎，这我听起来有点跟 Bernice 类似，是吗？看到 Bernice 跟我是类似的概念，其实是太好了，比较公平一点，各有各的发挥，看谁的口感会比较好。时间剩下32分10秒了 ，Bernice。非常明白我说的话，非常好，请棒棒卡出来吧。请问棒棒卡的选项是 A、B 还是 C？ 第一道菜所以是 A。我们来看一下 A 到底是什么。喂。青醋鱼腩，剩鱼腩是吗？哎呀，青醋应该是菜了，鱼腩可能是鱼了。鱼腩是那个菜篮。我觉得是青色的东西拿掉。青出于蓝的意思就是徒弟比师傅厉害。不要叫我做很多个口味。哎，师傅上一次我们4种烹饪的方法煮出6味，对不对？是。4季平安，66大顺，就是要用4种不一样的烹调方式，卤、煎、炸、炒，要呈现6种不一样的口味。青出于蓝就是要用4种不同的烹饪方法，煮出8种味道。8种味道？怎么可能？30分钟，给我3个小时也未必做得出来。可以加料吗？可以，但是当你加料的当然时间照跑。时间剩下32分01秒，时间继续跑动，来，加油加油加油，小弟加油加油加油！听到这样的棒棒卡，你还开心吗？不错啦。还不错吗？还不错。 8个味道，有没有搞错啊你们？因为有一个要卤的嘛，那我就拿一点卤水的料。要疯掉了，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要做8个味道，那个鸡翅又那么少的肉，大脑有点空白，不懂要怎么去做这个东西。Let's go， Chef， 这里看你拿了一些东西哈，有这个是腊肉，还有菌类哦。要煮沙煲饭。Chef， 你这边有想到什么吗？我是想把鸡拆成3个部分先，小鸡腿、鸡中翅，还有鸡肩。那我做这3个的话，起码有3个味道先。那你打算要做什么味道？香菇蒸鸡哦。我用了本地的木耳、香菇、腊肠还有腊肉，捞了一个蚝油的味道，下多点麻油去蒸的那个鸡肉，因为在蒸住它，我也是不用管它嘛。腊肉跟鸡肉 ，Bernice， 哦，你在腌了。 所以你这个腌料里面有什么东西？这有虾肉，然后有鸡肉、chili herbs 跟Thai basil。这个概念就是好像 Thailand 加上 Malaysia style 的一个感觉。你的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要烤那个鸡翅。好 ，Chef， 鸡胸肉、鸡腿肉、鸡翅膀都是鸡嘛，但是你在呈现的时候，你要怎么让评审知道你这道菜是用鸡翅膀 来呈现的，这个很重要，这一点，你有听到讲话吗？不懂不懂你讲什么。他现在反应比我慢了，起码我慢了还回答你问题，还正确，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怎么春秋宜兰呢？这样子啊。Chef D 还会做 stuffing 吗？
不会了，来不及了，因为有8个味道了，我现在都不懂想到几个。本尼说你的熟度是多少 degree？ 要到70，这里其实已经好了，我只是要给它颜色更深一点。5分半，第5分半。有些可以上盘的上盘先哦。Chef D，你现在做了几个味道？我不知道。很紧张哦，我希望它可以完美完成吗？在时限内。我要疯掉了啊！